大家好，我是梵天，大家好，我是小白。欢迎来到我们的数字货币的 podcast。今天的话呢是10月11号，然后今天也是重阳节，小白。对，重阳节其实从中国传统的这个节日来讲，是我们要去登山，对吗？登高对望远。对，那录完这期节目，你有没有想过要去登高望远呢？可以的，咱俩一起吧。到时候看一下了，我嗯，不一定有空，知道吧？因为我还要剪视频。哦，可以的。我们今天的话呢，再重新看一下今天数字货币的一个行情怎么样？主要今天我们先看一下比特币，好吗？对啊，对我今天的话，先给大家讲解一下比特币的一个行情走势是怎么样的。其实我们从周线图上来看呢，因为现在已经到了，就这一周快结束了嘛，对不对？今天周五了，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周线图的一个行情走势。然后其实从周线图的行情走势来看啊，其实这个比特币从去年10月份的时候，刚好也是国庆的时候嘛，开始进行一波拉升之后，你发现它一直以来都是属于这个箱体震荡的一个行情，就是在这里进行一个震荡的一个行情，对不对？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行情，所以它这个行情其实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我们看一下，就大概从什么时间段开始，基本上是从今年年初的时候，一直到今年，就现在已经10月份了，将近说2024年，它基本上都处于这么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行情。所以你说这个比特币，嗯，我们先不要说它年底会怎么样，然后我们主要的话呢，先看一下这个礼拜的一个行情，因为这个礼拜马上就要结束了。马上结束之后，我们发现其实这个礼拜比特币的价格的话呢，它是出现了一个小幅的调整，调整了大概3.48%，其实这个幅度并不是特别大的，因为但是来讲的话，它已经基本上就是说把这个礼拜的最低点其实基本上是已经打出来了，就是打出来了。打出来之后的话呢，我个人认为，剩余几天的交易日，这个礼拜它再创出新低的可能性并不会特别大。那么接下来往后几天，它可能会延续一个小幅上涨的一个行情，但是这个礼拜整体，我个人认为可能还是会继续收一个阴线出来，就可能整体还是属于下跌的。那今天是星期五，小白要问一些比较小白的问题啊，就是那星期六、星期天，它这个也会有开市吗？对，也会开市的。所以我们现在说的其实就预估到这个星期天的一个最低点，它可能就在这里了。到今天，最低点的话，其实我个人认为，其实昨天就已经打出来了，因为昨天最低点的话呢，是已经去到了59000。像我们昨天做录制视频的时候，它大概好像还是在6202024，对不对？这个是9月份的时候，9月底的时候，国定起来是62000。就是昨天的时候，我们录的话，其实是已经打下来2400个点嘛。对，就所以从昨天其实它已经跌到了就是5900嘛，就是59000嘛，59000其实已经到了创下了一个最低点，所以今天再创出低点的可能性其实并不大，知道吧？所以今天整个比特币呢就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反弹，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早盘市场的话呢上涨了大概300多美元，然后这个涨幅虽然也不是很大，但整体来讲也预示了今天可能整体上涨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然后我们首先看到目标的话呢，是可以先看它的5日均线的位置，然后5日均线的位置的话呢，就是在60800、60900左右的一个附近，就是这个位置。现在的话呢是60600，也就相当于说还有300多美元的一个上涨空间，知道吧？就是今天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位，然后第二个目标的位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均线图的10日均线。那么10日均线的位置是在哪里呢？是在61335美元这么一个位置。那么距离现在来的话呢，将近就会有存在900美元的一个上涨空间的。所以我们在今天操作怎么去布局这个仓位呢？就是我可以跟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如果说你今天打算要去买这个比特币的话呢，我个人认为的话呢，就持仓不宜过重，因为现在这个行情的话，其实并不是还特别活跃。
那我们如果今天要买进去的话，是按照现在这个59000的这个价格买进去合适吗？59000，我个人认为是你可能买不到这个价格在今天，知道吧？因为它虽然说是昨天的一个低点，如果它今天能够达到59000的话，那肯定会跌破明天的，就是昨天的低点，可能会创出更低的价格。那既然会创出更低的价格，你为什么要在59000买进去呢？我情愿多等它，多等一天。对，就是说等它创造更低的价格，我到时候在更低的价格买，岂不更便宜？然后再等它上涨的这个幅度，对，就会空间就大了，对吧？对。那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想也告诉大家的，就是这个59000的价格，您说的是现在是已经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状态了啊，就算最低，它是今年以内最低了吗？不，只是这个礼拜。哦，这个礼拜啊，那也就是说它的历史上还是会有这个空间的。对，就所以我们个人认为的话，如果你今天交易比特币的话呢，我个人认为你可以在就是我们可以先把时间看一下4小时图，看在什么价位大概会有一些机会。然后4小时图来看的话呢，我们已经看到2个4小时 K 线图的话，基本上出现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所以我个人认为的话呢，在今天下午的话，这个价格可能还会延续一个上涨。延续一个上涨的话，如果你要买进比特币的话呢，其实现在这个价格，也就是60600左右，其实差不多就可以买进个10%到20%仓位进去就可以了。比如说今天我们就适合去把这个比特币买进去。对，今天这个时间节点是比较适合的，尤其在下午的时间。其实中午的话就适合买进去，因为我个人认为下午的话，它可能还会延续一个上涨。那么延续上涨的话，你到时候下午买，可能那个价格就会更高一点点。Okay. 那也就是说，像这一段做比特币的资金分配的话，你的建议是10%。我个人认为的话就不要太多，因为现在比特币的交易就是并不是特别活跃，因为它整体还是就像我们在周线图看的一样，它整体还是属于一个下跌的震荡下行的一个空间。震荡下行那个空间也注定了现在整个行情还没有被完全爆发出来，没有爆发出来的话，我们没必要说去持有太大的仓位，我们就简单一点，就持个10%、20%左右就可以了。也就是说，现在房天你预估的，也就是说这招，比如说今天星期五到星期天，它可能已经是一个比较低的位置在这里。按照我们昨天的一个预测的话，再结合今天的这个情况，那么在下周开始，它可能就开始有一个涨幅的空间了。对。然后再到月中的这个时间，对啊，这跟我们之前这个国庆前的预测也是差不多的一个体现。对，就所以我个人认为的话呢，就是你那个比特币，如果你现阶段买进去的话，如果你持一个短周期的话，你大概价格你就看到61300左右，就这个位置，61300左右，就是我画的这条线大概61300左右，你就是拿到这个价位就可以了，大概利润空间也就是在600多、700多美元的一个空间，就虽然这个幅度不是很大，但是你可以做一个短炒嘛。就是买进去，然后不要持仓太久，然后就把它放出。对。那现在按照你说的，今天中午到下午，其实就是刚才说的60600几的这个空间，这个价位买进去是比较合适的。目前这个阶段，可能在这后面的半个月的这个时间线里面，今天跟明天这2个天的时间点，就在这招节之前的时间点是比较合适的。对。止损价位的话呢，我们就直接放到59000就好，就放到昨天的最低点就行了。因为如果它能够到达59000的话，那肯定会创出更低的价格的。那我们再重新分配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买进去的话呢，除了要有一个目标预期价位在哪里，同时也要设定一个止损价位嘛，就是说如果我亏了这么多钱，我就得必须出来了。要是他继续亏怎么办？比如说止损价位，你给大家的建议是59000，我们就得开始再往外的参考其他币种的一个配置了。就可能就说你这个持仓你就得出来了，知道吧？就大概在这里59000的一个价位。OK， 那我们比特币其实今天讲的也是比较性质也是比较足了啊。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就房天能不能讲一下其他几个非主流货币呢？可以啊，我们先看一下以太坊的一个价格。其实以太坊现在它也是作为一个主流货币在呈现，对吧？在市场上。对。然后你看一下以太坊的价格，我们也可以先从周线图，因为我们在分析行情当中的话，往往都是先从长时间往短时间里面去分析，知道吧？因为我们先把握整个大势。对大势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之后，然后我们再通过短时间这种
来精准的把握这个买入点大概在多少比较合适。然后我们现在看到整个周线图，其实本周的话大概下跌了1%，其实我们昨天看的时候它已经是下跌了5%的，那现在就是从今天中午和昨天的时候，其实这个以太坊的价格就出现了一定的上涨，所以它这个周线本周下跌的话呢，就已经收窄了，从下跌5%到现在已经下跌到1%了，就涨回4%了，要涨回4%。对，也就是说，它其实如果按照刚才比特币的这个特点来进行分析的话，现在的以太坊其实它也是跌到了前面的几天的一个最低点，然后现在要有一个涨幅的空间。对。那么参考刚才你讲的比特币，它也是一个这样的逻辑在成像。对。就所以我个人认为的，但是我们在这个以太坊的目标价格，我们可以看到哪里呢？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我们可以先看一下4小时图。OK， 我们打开了4小时图。其实4小时图的话呢，我们主要就是看在这个区间通道里面。这个区间通道的话，大概就在2468左右的一个位置。然后距离现在的话，可能大概有个50点的空间。其实这个空间也是很大的了。就是在这里面可能会有个50点的空间，其实这个空间也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你要买以太坊的话呢，现在这个阶段其实也是适合买进去的。但是以太坊的持仓仓位的话，我个人可以比那个比特币稍微重一点，你可以持仓个30%左右。那如果说今天要买进去的话，以太坊要以什么样的价位买进去合适？也是今天这个价位吗？就其实现在这个价格就可以了，就是2400左右。2400。对，2400左右就可以适合买进去了。那我们要不要也给它设置一个止损价位？止损价位我们可以看到昨天的最低点嘛，昨天最低点的话呢是2332，那我们就直接设定到2300。不是，我们就是你不能掐了这个点位来设这个止损。首先来讲的话，我们设这个止损可能会提前先提高几个点，就比如说它昨天的最低点是2332，那我可能的话就设置到2350、2360，就这个价位我差不多可能要出来了，因为它已经都能达到这个价位，那么可能跌穿昨天的最低点的概率就会比较高了，知道吧？OK， 那这是以太坊的情况。那么以太坊它作为现阶段做比特币做这种以太坊的那个资金分配的话，它应该怎么样去管理？我个人认为的话，你持仓可以稍微比那个比特币要重一点，因为比特币的话，我个人建议只是在10%到20%。但是你那个以太坊的话呢，因为以太坊它的涨跌幅度要比比特币更大一点，所以它的利润空间也会更大一点。利润空间更大一点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把那个仓位加到30%的仓位就可以。那我们用这样的这个百分比来作为这个资金分配。对。然后我们同时来看一下狗狗币的行情，包括像今天其实狗狗币也出现了一个上涨的行情。其实你会发现，从我们昨天讲的，就是这个中下旬，其实整体数字货币还是以看多为主嘛。所以你发现从昨天开始，整个数字货币包括从现在开始就已经出现了一个止跌反弹的一个趋势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先看一下狗狗币的周线图。周线图的话，你看一下它下跌的窄幅也已经收窄，现在已经收窄到3.42%了。包括我们昨天看的时候是跌了11%，对不对？那其实这个跨度还是挺大的啊。对，有6到7的一个跨度，就是涨了就回去了6%、7%左右。那它这个回笼的这个百分比也是很1天之内啊，1天之内这个回笼百分比比较高。它其实也是从昨天从昨天下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到现在。就一直在涨的一个空间。对。那么按照你昨天说的这个资金分配的话，还是说按照你的这个投资习惯，在这个就是山寨货币的一个盘子里面，可能放的这个比例多一点，这个逻辑也是对的。就是我们在狗狗币里面，我们也要做一个目标分类，就看这个投资值不值得去做。因为狗狗币的话，我们暂时可以先放到，就是把目标价位先放到它前期的一个高点。它前期的高点，它主要是在哪个价位呢？比如说在这个价位，就是在0.35152这个价位0.1152。对。然后的话呢，它那个止损价位就是我们可以设定到这个最低点，在这，就所以你发现现在价格其实它是属于一个刚好卡在中间的一个价位，知道吧？就所以它的利润空间和止损价位其实基本上属于1:1，
那我们就要考虑一下，就是这个投资啊，它就值不值得去做了。因为我们一般就是看一笔单子适不适合买，一定是赚的钱的目标价位要高于亏损的目标价位。这个比例一般的话都是在就是1:3以上，意思就是我赚3块钱，然后亏的话就亏1块钱，但是我们才能进行这个杠杆理论。对。但是我们现在看整个狗狗币，它因为它那个价格的话呢，刚好是卡在中间，现在就相当于1:1。那么1:1的话，那这种单子对于我个人认为的话，我们可以暂时先放过它不做的，我们先看一看再说。也就是说，从狗币的这个今天的行情的情况来看的话，其实是昨天下午它在上涨的时候买进去的价位是比较合适的。那到今天呢，已经涨得比较多了，对，所以我们宁可放置，再等后面几个下招的情况。就暂时我们可以先不去冒这个险嘛。但是它现在目前就是涨到这个层次，它也不是最高点吧？那肯定不是最高点的，因为我们现在给大家讲解的更多的是在于今天跟明天或者这一周的一个行情操作，而因为下个月的行情我们到时候下个月再看嘛，对不对？那狗币我们就先放着，就不讨论做什么资金分配了。我们现在目前等到下周再来看一下这个狗币的情况。对，我们可以先，但是我们可以保持对它的观察。OK，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聊一下这个佩佩币，也是一个山寨货币的一个行情，今天的行情。对，然后我们看一下佩佩币。佩佩币的话呢，其实这一周你发现它的涨就是你发现佩佩币它回去的幅度并不是很大，但现在的话呢，它本周还是下跌了8.88%，就是8.84%。所以来讲，佩佩币它的反弹力度明显是没有狗币啊，或者以太坊啊，或者他们的反弹力度大的。你看像佩佩币一样，今天只是上涨了多少？才0.4%。然后昨天只上涨了1.95%，所以你发现它佩佩币，就虽然说也跟随比特币和以太坊呢出现了一个止跌反弹的一个趋势，但是你发现它上涨的空间其实并不是特别大的，所以对于这种操作的话，我个人认为也是可以先观察一下，暂时先不要进入佩佩币这个市场，因为它就是我感觉它现在的这个涨跌幅度还并不是特别大。所以佩佩币比较像女生，它比较稳定。你也可以形容它，可能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就是比较，就是它比较稳妥的一个币种，就感觉有点比较女性化的币种对。那这样子黄天，我们今天来多聊一个菲尔币的一个行情好吗？可以啊。就菲尔币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菲尔币它其实也出现了一个止跌反弹的一个趋势。然后菲尔币的话，这一周只是下跌了3.8%，其实这个幅度并不是特别大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菲尔币的整体趋势其实并不是特别乐观的，因为菲尔币我们直接调到月线图来看，你看菲尔币的话呢，从今年年初的时候一直下跌，一直跌，其实从1万多，现在已经跌到现在已经跌到多少？它不是说从1万多，是直接从11块多，现在直接跌到3块多。所以整个菲尔币的话，对于未来的走势，其实我并不是特别看好，它很有可能还会再继续往下跌吧，就是在今年下半年。那么这里我有一个很基础的问题，就菲尔币它也是一个山寨货币的一个形式吗？只是说它是一个小众的一个货币，它并不是一个像比特币一样那么主流的一个货币。就所以我们对于菲尔币的投资建议的话，可能更多的是观望为主吧，就暂时先不要去参与这个市场，因为这里面说实话机会并不是特别多，然后的话那我们就干脆就直接放过，还不如去寻找一些机会更多的一些币种来做，可能会好一点。那我们今天一共聊了5个币种，一个是比特币、以太坊、狗币、佩佩币，还有菲尔币。您今天的就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狗币、佩佩币包括菲尔币都是持一个观望的态度，我们等下招，或者甚至是说再过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是等它那个行情走的比较明显的时候，然后这个利润空间值得我们去搏的时候，到时候
到时候会在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频道，到时候我们会在频道的内容当中及时给到大家很多的相关建议的。也就是说，目前这招我们到星期天的截止，我们尽量把资金的一个分配的一个配比在比特币和以太坊上面。对对，主要是在狗狗币，我认为就是可能机会多一点。反而像佩佩币啊，像 Spare 币啊，或者这种币种的话，我们更多的先看一看吧。这样，因为我觉得狗狗币里面其实机会也很多，只不过来讲这个机会可能并不是现在这个时间段，我们还是要再等一等。那你刚才其实也要讲到这个以太坊它其实是不是也是的这个止跌回涨的这个比例也是比较高？它只是相对而言的，它相对的比特币来讲可能会高一点，但是相对其他的数字货币来讲，其实它还是比较少的。这样。那么我们这个资金配比的话，还是主要是放在这个比特币跟狗狗币上面，然后以太坊的话再分块，有一点稍微一点点就够了。对，就所以我个人不建议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现在整个数字货币它整体爆发还没有完全出来，我们还需要再去观察一下。然后的话，当然我们这个 podcast 也会随时去为大家追踪整个数字货币的一个行情价格的一个涨跌，也希望大家的话呢，能够多关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包括我们的 X 频道，在上面的话呢，有一些特殊的行情或者一些特殊的事件，我们都会在上面及时公布的。如果大家对这个行情有什么不一样的理解或者见解，或者说对我们有更多的一些建议的话，也欢迎能够在我们频道里面给我们进行留言，我们这边都会看的。然后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追踪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暂时先到这里，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频道。谢谢大家。那我们就先跟大家拜拜。好，下期见。拜拜。拜拜。